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一期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华为 Mate X 5G 体验测评。这期视频呢是我期待了好长时间了啊！之前呢，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呢，我是见过这台机器，但是呢，真正的上手实际把玩，这还是第一回。这台机器现在有多火和多热，我就不多说了。手握一套房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你拿着一套 Mate X 的感觉。当然，还有我之前购买的这个它的对标产品嘛，应该是这个三星的 Galaxy Fold 啊，这台机器呢，国行是已经开始量产了，而且你现在可以非常自由的把它买到。当然，它们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一个是内翻折，一个是外翻折，这两种形态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使用体验，甚至是代表了完全两个产品思维、产品方向。这期视频我们好好聊聊这两台，甚至有点代表未来手机形态的产品。不会慌着你，小白测评马上开始。OK， 这两台机器我之前拿到的时候呢，都是发了微博，也发现了很多大家的疑问和问题啊。这期呢，我们就给大家做成一个简要的问答形式，非常高效快捷的回答大家对于折叠屏手机，尤其是华为的 Mate X 5G 的一些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华为的 Mate X 5G 它可以像一个普通手机一样正常使用吗？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之前这个 Fold 呢我就回答过一次，因为这个 Fold 呢之前我在拿到的时候就有点疑问，它究竟能不能像一个普通的手机一样正常的把玩、正常的使用。Fold 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它是可以像一个正常手机一样使用的，这是我的结论。而华为的 Mate X 呢，我也可以给一个结论，它也可以像一个普通手机一样正常使用，甚至比三星的 Galaxy Fold 更能像一个正常手机一样使用。为什么说这个就是外翻折屏的一个优势？就是你把它向后折叠之后，它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大屏手机。你看上面这个额头还有下巴都挺窄的，只不过是这个右侧边稍微宽了那么一点，而且人家还是一曲面屏，是吧？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这台手机呢，展开的时候是8寸，然后单侧的一块屏幕呢，它是到了这个6.6寸，只不过是你需要这个自拍的时候，你只需要把它调转手机，然后用这个副屏进行自拍就行了，因为它只有一套这个4摄的模组，仅在相机方面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别的方面是完全 OK 的。它可以像一个普通手机一样正常使用，而且人家也是量产开卖了吧？虽然说可能比较少吧，我听说就是到最后一波一波开完了，到最后好像一共加一起也就只有几千台，全网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再算上黄牛还有机器人一起在抢这台手机，所以它价格炒的是非常贵。反观 Fold 这边呢，它是改变了你使用手机的形态，因为它合起来的时候，这个小屏幕啊，或者说第一代的这个 Fold 啊，它这个小屏幕真的是太鸡肋了，就是实在是太小了。如果它这个屏幕大一点的话，还可以接受。据说这个 Fold 2已经要上了，只能每次要用的时候把它打开，然后双手进行使用，它改变了你使用手机的一个形态。但是现在大家还都是这个直板手机的使用习惯来说，华为的 Mate X 无疑是更符合现在你使用习惯的。这就是第一个问题。OK， 第二个问题，折叠屏幕的耐用度和它的维修成本如何？我首先告诉大家，非常的不耐滑，耐不耐用还不知道，因为 Fold 我也只体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吧，这个 Mate X 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它真的是非常不耐滑，尤其是这种外翻折的这个手机啊，它虽然说能像这个正常手机、正常的大屏手机一样，我们这个正常使用，但是它这个屏幕在外边，这也是很多人不选择华为 Mate X 的一个原因。如果你的口袋里边甚至有一个什么小颗粒比较坚硬，就可以在这块屏幕上留下永久性的划痕，因为它是一个柔性的材料。这个 Fold 这边也是一样，或者说我就得用它这个保护套。这么大一个保护套，但是呢，他们都原厂贴了一个膜，这个膜呢你千万不要撕，如果撕的话就直接接触到里边的这个柔性屏了。华为这边呢给出的方案是永久性的免费贴膜。至于这个 Fold 这边呢，国行我好像没有看到这样的政策，它还有这个保护壳，而这个华为的 Mate X 是没有办法加装保护壳的，只能加装这种保护套。是吧？长期戴套肯定是不舒服的。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屏幕如果坏了，它的维修成本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我也是特别查了一下啊。当然，华为的 Mate X 呢，你在购买这台手机的时候，你可以购买一个保险，半价修屏的这个保险，然后半价之后好像是2999吧，是3000块钱的这个样子，你可以修屏。如果要是比如说你没有购买这个保险的话，这个8寸的曲面屏如果坏了，是7000块钱的维修成本。甚至可以购买一台iPhone 11了。
而三星的 Galaxy Fold 这边呢，首先在屏幕这个坏的风险上，或者说概率上来说，肯定要更低些，因为它是内折屏，它折到里面了，这个保护起来就更容易一些。它的维修成本也不低，但是比华为要便宜了不少，它是4000多块钱的一个维修成本。反正2个维修成本都非常的高。第3个问题也是我刚刚拿到华为 Mate X 的时候，很多小伙伴在微博上问的，就是它的质感相对于 Galaxy Fold 这台机器来说，这个2个机器哪个的质感更好一些？我直接先告诉大家答案，在我主观体验来说，这个 Galaxy Fold 的整机的质感呢要更好一些。这个无论是这个细节啊，还有就是这个屏幕啊，还是做工啊、质感方面啊，这个三星这边呢，确实感觉给人的这个高级感呢要更强一些。当然呢，也必须说一下啊，就是它有一个高级感来源于就是它外边呢就是玻璃，这边呢它是一块玻璃，就非常漂亮。然后而华为这边呢没有玻璃，就基本上全部都是屏幕。但是如果说到科技感、未来感这种极客范儿，确实华为的这个要更强一些，因为它这个更大，然后这种折叠的感觉更加猛烈，就是视觉的冲击感更加强，就咔这种。这个玩游戏的时候，在这个视野上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其实 Fold 呢也是一样的，然后屏幕呢是这个5.4毫米的一个屏幕，单说这个屏幕的这个厚度啊，最厚处呢它是11毫米的一个厚度。对于一款折叠屏手机来说，它还是真的挺薄的了，因为今年这8毫米甚至9毫米的手机都有。这个直板手机它只有这个11毫米，而三星这边呢就不一样了，它中间有这个缝隙啊，最高呢是到了17毫米这个厚度，这个手机还是真的非常厚重的。这个每次想要做这条街最靓的仔，用这个 Galaxy Fold 的话，真的还是非常沉。华为的 Mate X 的这个重量上呢是300克的一个重量，然后具体的参数呢，这个相机的参数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就不再给大家念了。它就是华为顶级旗舰的一个4摄模组，主摄是4000万的超广角镜头。既然说到了相机，咱们也例行看一下他们的实拍样张如何吧。还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 Mate X 这几个关键字，本期视频的所有实测数据和实拍样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我们的小白测评数据库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小程序直接进入，有18项实测数据已经发售的机型基本都更新完毕了，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即可。配置方面呢，它不是990，因为它这台机器立项是非常早的，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这2台机器就都跟大家见面了。那它是麒麟980加上巴龙5000外挂的这个5G 的基带，当然它也可以实现 SA 和 NSA 的双组网。电池方面呢，45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55瓦的超级快充。三星 Galaxy Fold 这个就不说了，10几瓦是吧？实在是太低了。在电池和充电方面，这个华为的 Mate X 还是走的非常的快的啊。当然也说一下 ，Fold 这边是有无线充电的，而这个华为这边呢是不支持无线充电，因为它前后呢都是屏幕，就没有地方放这个无线充电了。OK， 第4个问题 ，Mate X 的软件体验如何啊？其实，在软件体验上的这个可说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啊。这个首先在大屏上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上的延续吧。之前我们在做华为平板视频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平行世界的功能，那个是它的一个亮点。看过的小伙伴应该还记得，它已经放到这个华为的 Mate X 了，因为它这个屏幕也足够大，而且它打开之后正好是2个这个大屏的手机的这个位置，就体验特别好啊。平行世界呢非常简单，就是它把这个同一个软件的下一个层级给你在一个界面上同时展示出来了。打开淘宝试一下，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摁一下，下面它直接在这个屏幕就展示到了下一级，然后你这边呢还可以继续再进行搜索，然后我点开这边的一个 OK， 它又滑过来，然后它下一个层级又打开，同一款软件的上下级它给你展示在了一个屏幕上面，可以进一步的提高你的效率啊，这一点上呢还是挺 OK 的。但是我详细体验了一下，在分屏上呢 Fold 这边做的可能要更加的全面一些啊。华为的 Mate X 这边呢就是2个软件左右进行分屏 ，Fold 这边呢甚至你再加一个悬浮窗的话，可以有4个软件在同一个屏幕上进行运行。当然这种情况就比较极端啊，这个用的情况也比较少，我只是来说一下这个功能的支持情况上 ，Fold 这边呢还支持分屏相机的打开，就比如说我在分屏的界面下呢，我可以直接用一块屏幕呢来打开相机，然后这样我可以边拍照边发微博。但是在分屏的情况下呢 ，Mate X 呢是不支持打开相机的，这也是软件上的一些小差别。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还就是时间不够，它没有开发完全。咱们现在打开是这个手机的正面屏幕，如果要是背面屏幕的话呢，就是
跟它这个摄像头靠在一起的这个。目前的功能呢，我体验上的就只有这个相机这一个功能。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打开相机呢，强制的把副屏进行打开。就比如说，先切换到这个相机，然后我现在是一个正面的这个自拍的形式，然后呢，我把这个相机进行退出，那么它就到了一个小的这个副屏的这个界面。但是呢，它没有1级的入口，你也理解到它就是强制进行打开的，它没有针对这块副屏呢做一些什么优化啊，比如说未来加一个专业相机，或者说提醒一个常亮的一个东西放在这儿，未来有很多想象空间。当然也可能是电池的原因啊，毕竟啊这个4500毫安时的电池听着还是挺大的，但是打开之后呢有8寸。这个尺寸真的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它在现阶段的这个软件的动画的这个优化上呢，做的还是挺好的，就这种过场动画。无论是打开还是这个合上之后，做的还是 OK 的啊。还有就是它折上之后啊，也发现了一些小细节，就比如说，这样之后它这个屏幕呢，其实是在视觉上啊稍微的靠左那么一点点的，因为它这边呢是有这个硬件的这个结构，这边呢它直接就是这个屏幕了。OK， 第5个问题，作为折叠屏的代表，这个内翻折和外翻折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之中有什么不同？这个主观的使用体验如何？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内翻折呢，好处就是保护屏幕，这个我可以非常放心的把装口袋非常放心的带出去，然后进行使用也比较方便。当然它这个做的比较厚比较重啊，我估计 Fold 2呢应该会非常大幅度的减重，然后进行这个缝隙的优化。这个现在呢，这个Moto 那边的 Razr 呢已经有非常好的方案，可以让这个折叠屏手机呢看着就是直接对折到一起，这是内翻折的优缺点。而这个外翻折这边呢，就是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漂亮，这手机真的非常漂亮。单论好看，单论颜值来说，华为的 Mate X 肯定是更好看的。你握起来手机，它这手机是非常滑的，因为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光滑的膜。这么大一个手机，它是300克的一个重量。首先你在用久了，它就会非常坠手。这个是肯定的，300克了嘛。还有就是这个它非常滑的话，你总有感觉它就会要掉下去，给你心理上的压力真的还是挺大的。因为这个手机它也不便宜嘛，而且屏幕维修成本也很贵。这个就是外翻折的一些毛病，或者说外翻折的一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在微博上呢发起了一个投票调研，更多的人呢是选择了华为的 Mate X 这种形式。确实大家都是颜值党啊，真的是非常好看嘛，对不对？这个未来感要更强一些。你想一个手机这么高频繁使用的一个产品，每天提心吊胆的。确实不爽，这是我的一些主观感受啊。OK， 第6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目前折叠屏手机的购买建议啊，我的购买建议就是都不要买。这2台手机真的都不是善茬，都不是省油的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很多人都在意的就是折痕的问题。这个折痕的问题，不管内翻折和外翻折都存在。如果要是对于旁边的人看着，那真的这块屏幕怎么用啊？这根本使不了，完全都不是平的嘛。但是对于自己来说，真的影响不大。我用 Fold 用了很长时间，我真的不觉得这个折叠屏有什么问题，这个折痕啊。Mate X 这边呢，完全也没有问题，折痕的效果要不那么明显，因为它是外翻折，它这个角度比较大，打开之后呢，我觉得要稍微更好一些。但是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后面是一直这样弯嘛，这样弯，它这块可能会鼓起来，尤其是打开之后，你能感觉到这块可能会鼓一些，而且你也不敢像玻璃屏一样使劲摁，这也可能是它未来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非想体验一下的话啊，找一个二手机买一个 Fold 就行了，因为华为 Mate X 这边确实太恐怖了，价格实在是太贵了。二手的 Fold 现在有1万出头了吧，好像是。大概这个情况，甚至有更便宜一些的，反正你关注一下就可以了。OK， 这期视频基本上关于折叠屏手机或者说关于 Fold 和 Mate X 的所有问题、所有疑惑都给你聊过了。这个如果后面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会把这个 Mate X 的数据更新到我们的小白测评数据库里边。Fold 这边的数据呢，我们已经是更新到数据库里面了，你可以扫码去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查看就可以了。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不管是我们的商城、我们的数据库，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进入多空完整体验。下期全网同时拥有这2台手机的人，我觉得应该不多吧。